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今天呢，就是带妈妈在耶路撒冷玩一天，他们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来看这里是什么好玩的地方。那这里上次有带大家来过，就是新嫩子谷，只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是走吊桥，然后就这样子走到所谓的喜安山那边去。如果还没有看过之前的影片的话，记得回去看哦。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上次在吊桥上面往下看的时候的农场跟一些农业、一些植物。那今天就是走进来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植物。好，这里有一棵橄榄树，还在建啊。这里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在建。这是葡萄，我们现在是1月份，所以葡萄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干掉的石榴树，还有2棵干掉的石榴。然后这里是橄榄油榨，就是把橄榄放在这里，然后炸一炸，然后呢就有油嘛，然后剩下橄榄再拿到这里来压，然后也会有油这样子初榨二次的榨。我们再找动物这样子，也许就可以带999来，然后这边都是免费的哦。它这里有一只可爱的鸟，很漂亮哦，红红的。嘿，特写。然后 Kenny 发现了兔子，好多兔子哦。Columbarium， 哦，以前的也是这样。你看、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是古代人以前养鸽子的，都是这样子，但是规模会大，大概30倍这样子。然后现代人就用这样子一个笼子来养鸽子，很漂亮的鸽子。那现在吊桥上面呢，走过一群人，都是以色列的士兵和警察。好了，然后呢，现在要讲一个广告，美角妈妈的 YouTube 频道正式开始了，噔噔噔。耶！那它的主题呢，各式各样，妈妈自己来介绍一下好了。现在每一周的1、3、5有抛出一个主题，就是启示录里面的7印、7号、7碗。那我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启示录是正在应验当中，然后也是一个世界最后的走向。那我相信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耶稣也说了，读这个启示录的人呐，遵守的有福了。读这经的人也都有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福气是大家都可以得到的。那尤其是现在进入2025年，世界的局势可以说是在重新洗牌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个重新洗牌的这个世界？神到底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应许跟计划？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参与在其中？我们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一个世界的局势，还是说基督徒其实我们有权柄，我们有权利，我们也有义务，我们也有这份殊荣可以参与天国的事业。所以欢迎大家1、3、5能够准时观看哦。频道的名字叫做圣经百会，我会把它放在连结，然后以后也会有关于以色列相关的教导，记得去追踪，耶！再来找有什么动物，其实已经看到了，就在这里，它叫做骆驼。我们来看你们了，会喷人啊？希望不会，草泥马才会吧？哦。好可爱哦，而且很软。然后那边有山羊，在这里。嗨，好大只哦。很多人对以色列的印象就是骆驼，不知道大家如果来到以色列会想要骑骆驼吗？会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有什么？这里有一个温室，它弄得很可爱哟。这边好可爱哦，这边有鸭子、孔雀，还有各式各样的鸟。
这里有更多的山羊跟鸟。我妈找到一个好地方了，这里的气氛超好，而且还有这么大一棵树，超大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点茶。还是说它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邀请自己来喝？还有菜都养得很好哎。好，之前在旧约圣经时代，农妇会建这个塔，然后他们就会站在这个塔上面来看有没有动物来骚扰他的农业。刚刚的那个国家公园目前还是免费的，因为他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这边就会通往前往西安山的桥，这是给游客的新景点，就叫做吊桥。不要吊啊，不会吊啦。这么多人都走了，噔噔噔噔噔噔。这就是新嫩谷，这整个都是新嫩谷，然后那边就是吉伦谷，然后后面的山就是橄榄山。这里呢 ，Kenny 要带我们看一个特别的东西，哈哈，哇！这里是一个天主教的公墓，但是 Kenny 要带我们看谁的墓呢？到了。就是在这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呀？这个呢，就是 Oskar Schindler， 他是在二战时期帮助犹太人脱离纳粹之手的一个德国人，然后他后来就葬在这里。他是一个国际艺人，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犹太人。像是在奥地利的领事馆，中华民国的奥地利的领事馆，也有一个何凤山先生，他也是用他的力量还有职务之便去拯救很多犹太人，给他们发了生命的签证。那他就被称为东方的辛德勒，就是因为辛德勒他是一个拯救犹太人的一个代表。每次来参观这些坟墓墓地的时候，其实我心中都有很大的感慨。就是不管人生长或者是短，都有结束的那一天。重点是留下了什么，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那像这个辛德勒，我觉得说，他或许他在地上他损失了很多，因为他用了他所有的财产，一直捐，一直给，一直贿赂，然后一直想办法，然后拯救了很多犹太人。用地上的财产来讲，他是损失了，但是我相信，按着耶稣所说的，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没有地方住，你们收留我。所以你们要得到从创世以来所为你们预备的国。我觉得神对于那些帮助以色列、帮助在患难中的肢体，神的报答是极度的大的。那尤其我觉得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能够帮助以色列，他不是都有时机的。在以色列强壮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因为人不需要锦上添花，但是他却需要雪中送炭。所以，当我们能够为以色列做什么的时候，就是一定是他需要的时候，他落难的时候，他被遗弃，他被遗忘，他被弃绝，他被唾弃，他被推翻，他被否定的时候。那所以我觉得从2023年10月7号以后，以色列一直不断的遭受很多的谩骂、攻击、不谅解。我觉得我们的身份不是坐在审判者的位置去审判以色列对与错，而是我们站在神的眼光、神的约里面来解读神期待，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是基督的身体，他希望他的肢体怎么样去扶持他的肢体，让他的肢体能够完成神向他的命定，神向他的期许，神向他的要求。那我觉得我们有幸
是在这个以色列现在卑微被很多的不谅解所包围攻击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介入、可以入场、可以出发、可以帮助伸出援手的最佳黄金时刻。而且我也相信，这个黄金时刻很快就过去了。这个阶段，以色列很快就可以翻篇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一个可以帮助以色列，然后在神面前，让我们天父的心能够得到安慰的这一个瞬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的阶段。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用神的约来看待以色列，而不是用以色列的行为来论断他，因为那是上帝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永生来效力，为我们自己在得天国的赏赐来效力，而不是用我们短暂的人生来批判是与非。完全同意妈妈说的。然后顺带说一下，我们都没有先彩排哦，他不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干嘛，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干嘛。那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边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关于国际艺人的资料。国际艺人呢，代表你不是犹太人，可是你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那大部分这些国际艺人的背景其实都是基督徒，都是因为神感动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勇气。那包含刚才的辛德勒先生，也包含这个东方的辛德勒何凤山先生。那如果你们要到辛德勒的墓的话，这是他的正门，我们刚刚是侧门嘛。然后怎么认呢？就是往基民教堂的这条路，其实就只有这条路啦。你看那个是公车站牌，基民教堂在那边。那你等于说你看到的第一个类似停车场的这个空间呢，当然你的车是不能停这啦，这是居民可以停的地方。然后大门口就在那。从这里钻进来呢是大卫的墓，然后楼上就是最后晚餐楼。最后晚餐楼拍过好多次影片了，然后我写的旅游书里面也有这些重要景点的介绍，可以看一下。就叫做以色列耶路撒冷加利利拿撒勒死海，好像书名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在敲钟，因为楼上是教堂嘛，然后这是他们会堂祷告的声音，或者是那个讨论他们妥拉经文的声音。然后这里有很多人，犹太人坐在那边。这里就是大卫的墓，但是是传说啦，那些就是祷告的地方，男生的、女生的。然后这是里面有经文的mezuzah， 就是门框经文卷，进去要清一下。好，进来看一下，它是节日跟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拍。这个椅子呢是犹太男孩3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代表我3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 baby， 我断奶了，就像是撒母耳3岁的时候被哈拿送到殿里那样。这里的建筑风格就非常的有气氛。那刚才大卫的坟墓的入口在这里，然后呢，介绍一下，这里有人坐阶梯的上去，就是最后晚餐楼。然后如果需要厕所的话，是这里右转就是厕所。然后呢，这里的游客都是本地人。然后这里是锡安山有名的圣母安息教堂。然后经过一群的士兵。后面还有很多这种。来看一下这个圣母安眠教堂现在有没有开门。它在疫情的时候整修了好几年，最近重新开放喽。有香味，然后可以去看咖啡店了。这里有一个咖啡店，好像装修的很好哎，之前不是长这样。哇，好舒服哦。然后这里有很舒服的椅子。
这里有 cheesecake 哦，但它的 cheesecake 好像有点融化了，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是新到我们频道的话，可能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专业，就是我们非常知道好吃的起司蛋糕，在耶路撒冷哪里可以找到。那这一间我们现在就要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很厉害。但它的价钱很厉害啦，价钱才18块。对啊，这就已经一半价钱呢。对，这样已经是赢了。对，我们昨天看到一家是卖45块，就没有吃。好吃，18块，这是真材实料，很不好吃是要说。很好吃，对，18块不好吃，它不会不好吃，它好吃，好吃。可以再来啊。可以再要一个，才18块。今天先这样。太好了，需要去什么？我们这个是苹果派。相对来讲，我是喜欢吃起司蛋糕。苹果派有肉桂的味道，做的蛮扎实的。好吃的苹果派，不会失望的。所以推荐大家来这一家吃全耶路撒冷最便宜的起司蛋糕，真材实料，然后价格非常的实惠。但是这一间呢，因为它是教会的咖啡厅嘛，他的人手不够，就只有1个人。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目前可能就是维持1个人，所以他说他平常是早上10点开到4点，但是中间12点半到1点15分是他的午餐时间，所以整个咖啡店就会关门，所以等一下他就要请我们离开了。这就是安息教堂的样子，这里有超大的马赛克地板，圣诞树。很特别，直接放蜡烛，然后这里有一些圣诞的场景。那从这里下去呢，有一个墓穴，我们可以去看。那这里是纪念玛利亚嘛，耶稣的妈妈。我个人是比较认为玛利亚是安葬在土耳其的以弗所。这个米利安，我们发现它这个上面的马赛克很有趣。是这个压舌了。对，它上面就是耶稣，然后和6个，1、2、3、4、5、6个，圣经的出名的女性。那我们再猜是谁？那这一定是路德嘛，史麦穗。然后这是应该是以斯帖，然后这个蛇的是夏娃，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拿一个鼓，那就狄波拉，不，米利亚，对。然后这个拿钉子的是亚裔嘛，他去钉西西拉，他拿一颗头的会是谁嘞？哪一个圣经人物是拿了人家的头？但是要是女生，而且是女生。觉得有点难，因为想不出来。如果你们想得出来的话，欢迎留言。我从 ChatGPT 得到答案，是在圣经的次经里面，在犹地记里面有一个叫做犹地的女生，她杀了亚述的将军，然后把他的头带回以色列营地，拯救了他的城市。但我是信教背景，所以不知道犹地这个人。这是他们的聚会时间，然后还有他们的联合的祷告会，可以看一下1月份。这里有很多的以色列士兵，然后这个城墙呢就是西安门城门，这些都是1967年的6日战争还有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时候留下来的弹孔。然后好多的士兵，然后城墙也有这种门苏扎，就是门框经文夹，跟刚才在大卫坟墓那边一样。现在在以色列的街道上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像后面这一群女生，这是以色列人，应该也是在当兵吧。然后一般观光客会去的店呢，都没有什么人来访。从这里走呢，就是犹太区，我们已经在旧城里面咯。
犹太区的地图，我们刚刚在这个停车场，然后现在在这边，然后等一下是去西墙那边，就在这边，25号。我们现在在犹太区里面，然后在胡瓦会堂这边呢，也有好多军人。我们后面有一团，然后前面有至少1、2团吧，很多人呢，真的很多人。我刚刚研究了，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然后他们可以得到1瓶水跟一个三明治，但那个三明治看起来男生是吃不饱，然后里面就是番茄跟生菜，可能有 cheese 啦，可是不是感觉很好吃，所以难怪就是在披萨店啊这些店啊都看到军人在排队点餐，可能想吃好吃的，他们就是趁这个机会来点餐。这么多人，刚刚发的面包可能不够。汉堡店也是充满了士兵们在吃午餐，还有这边也是吃午餐的人。2个大卡车，不知道是什么活动，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可能新兵宣誓之类的。我第一次在这个角度拍西墙，这个区是男生的区域，然后那边有以色列士兵也在祷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看，这里有 VR 可以看过去圣殿的样子，这是属于西墙行程的一部分。就是看这个，然后据说有中文。现在就到这里来看 VR 的地方。可以转古代人呢，古代人，哇，好有趣的衣服哦。还有一个桥。好了，我们看完了，我觉得看还是蛮震撼的，因为是 VR 嘛，就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他就是带你从就是圣殿啊、外院，然后那个女士院，然后那个圣所、至圣所这样子。那我之前都没有想要看 VR， 因为我就觉得浪费钱。它一个成人票是31块 shekels， 然后很短，只有10分钟。但是因为也没什么事做，所以带妈妈来看。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体验啦，就是我如果可以看真的，我觉得我用想象的就好，我不一定要看 VR。但是看了也觉得蛮不错的，蛮震撼的啦。你觉得呢？我觉得想象跟我们看 VR，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因为想象是一个平面的，那 VR 它是一个立体的，然后又可以听得见他们的敬拜的声音，他们乐队的声音，人群嘈杂的声音，还有像南墙，我们也去过很多遍，也知道它大概会是什么样。但问题是，它把它变成一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说有一种穿越古今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在以色列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我很推荐腿脚不好的人，对，坐着就可以看了，对，10分钟可以休息一下。就是你需要走很多古迹，走很多山路，晒很多太阳，其实还是有点辛苦的。对的，有一点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讲，我觉得坐着就可以去感受过去这些以色列的这个场景，圣殿的场景，我觉得非常值得，而且老人票还有打折。然后老人票是那个人直接给我妈买的啦，然后应该是可以，然后他的中文翻译非常好，因为他就是找一个讲中文的人来讲，所以他的翻译是非常适合无懈可击的，对。然后他就是把整个圣殿的历史，为什么哭墙对犹太人重要，就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交代，所以蛮好的啦。推荐哦。就是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他进老票是一定是只有 citizen， 就是当地的市民才有，还是都可以？因为在以色列我们
刚刚那是工作人员自己帮我们买的嘛，他就直接问说你妈妈是不是超过62岁？那我们之前在以色列博物馆，他也是直接给我妈就是买说敬老票，然后我们也有说，可是我们不是市民哦，他说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如果你们的同行的人里面有超过62岁的话。然后呢，现在西墙前面它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已经问了路人了，它是确认是新兵的誓言的一个典礼，晚上6点半开始，所以这就是不同的那个士兵的部队这样子。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男生女生都要当兵，然后他们进来了第2周、第3周的时候，然后就会做这个新兵的誓言的宣誓。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这个一本本的书都是圣经，所以他们是拿着枪、拿着圣经来完成他们的这个当士兵保家卫国的责任。所以网络上说以色列士兵滥杀无辜啊，那些都是骗人的，因为他们就是有他们的准则在，那这个准则就是圣经给他们的伦理。那我是不知道台湾的士兵在当兵的时候是会不会拿圣经，还是拿什么样的书一起来宣誓？如果知道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走，就是穆斯林区，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好像出国了。一路走来，真的店几乎都是没什么开，这里比较热闹的感觉，热闹一点点。然后穆斯林区的好处就是它的物价比较便宜，这里开始有一些店可以看了。所以这边比较是居民会买的一些小玩具给小孩的，一些超人啊、娃娃呀，冬天温暖的衣服啊，还有药局。那这是牙医诊所，然后一些杂货的东西，然后衣服。那还有一个水果摊，刚才经过一个犹太人，然后这里果汁店。那可能大家看起来会觉得这是一条小路，但其实不是哦，这里是很重要的观光的路，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只是从西墙那边穿出来而已啊，然后就是一直直走哦，一直都是在主路上，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在我旁边，给大家看。是什么呢？是传统上天主教徒认为的苦路第5站，就在这边，就是那个西门古代人西门给耶稣扛起十字架的纪念的小教堂就在这里，所以这是一条主路。可是现在就是没有游客，只有居民。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是去前面的一个奥地利的朝圣旅馆。那朝圣旅馆呢，就是在后面这里，它就是在苦路的第3、第4站旁边。啊，你看现在才下午1点、2点，然后已经关门了，因为真的是没有游客。我们要请妈妈吃好吃的，耶！好，走，进来。然后他说：“不可以带武器哦。”圣诞树都还在哦，然后前面也是3个穆斯林的女生。在耶路撒冷就会常常好像你到一个地方就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气氛完全不一样。巧遇，有一个下课的小孩。这里的气氛就是非常的奥地利。他是一个观察细微的小孩，在说为什么妈咪今天要带这个？这是什么？好啦，这就是奥地利鸡排以色列版，嘿嘿。然后我们试试看它的意大利面，感觉也是不错。它这个是没有肉的，然后还有一个沙拉在这里。我觉得还是点这个鸡排比较划算。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穿过穆斯林区，
然后去买草莓，在大马士革门那边，然后再买那个鱼然后这是我们刚才吃午餐、喝咖啡的地方，不是咖啡，是茶。那这间朝圣者旅馆的餐厅，我也有在我写的旅游书里面推荐过，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哦。然后这个是已经长成树的仙人掌，有点夸张。好，走吧，走吧。他很九九很兴奋。这条路通常没有车，所以还好。好，往前走。很有趣吗？这是卖甜点的地方，阿拉伯甜点，很甜很甜哦。然后往前走呢，就是大马士革门，非常好认路。背背包很高兴。然后因为光明节刚过，所以上面都还有光明节的台灯还在这里。这就跟以色列的警察。哦，我刚刚闻到香味，这很香哎，哇！然后这两位父子。阿拉伯区的衣服真的蛮便宜的，才20块，合台币大概180。然后还有5块的，合台币就是45块。10块钱的衣服，还有5块钱的裤子，还有很多的饼干糖果店。然后前面就是大马士革门。然后现在是草莓的季节，冬天来以色列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且算便宜的草莓。前面的呢就是大马士革门，加油加油！那这里呢就是大马士革门城门里面，就是可以做生意哦。城门里面有好多店铺，大概有6间吧，还有可以换钱的地方。这是城门哦，卖花的车子，送花的车子。然后城门口，没有卖草莓的人，失算。那这个遗迹呢，就是在大马士革门下面，之后再来跟大家做介绍。记得继续的追踪以色列美角的频道哦。那这就是大马士革门。然后舅舅看到猫猫。那这边听到的语言呢，就是阿拉伯文为主，因为这一区基本上就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所以阿拉伯文是主流语言。所以我们就从一个讲希伯来文的区，然后就到讲阿拉伯文的区。然后现在去看一下鱼。那我们买鱼的地方呢，就是前面这家店。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去约旦的话，那个车是在前面，要再过去一点，从那边的一个 Golden Walls 去搭到那个约旦。然后呢，要去伯利恒的话，是在这个车站搭。那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在以色列美角的旅游攻略书里面可以找到哦。不过我说的是搭车的资讯，买鱼的资讯是没有在旅游工具书里面出现。买鱼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一间店。好啦，那我们买完鱼了。我有问说礼拜五会不会比较便宜，因为我们通常是礼拜五买。然后我之前买，我一开始是从70块开始买，然后就上次是85块，然后现在它是95，后来算90一公斤。就是觉得物价真的有变贵啦。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继续的追踪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然后记得去订阅妈妈的圣经百会 YouTube 频道哦。好，拜拜。